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桃子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国风系列端午淡带形式款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“趣之社”进入查看。这款淡带由带身、抽绳和头饰组成，先钩织带身和抽绳，完成后再制作头饰。带身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，用到的针法有短针、锁针、引拔针和中长针。下面请看演示。为了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，这里我用其他颜色的线演示，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，请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首先，我们来环形起针。接着来钩织第一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然后在起针的大洞里钩6个短针。钩好后收好线圈，拉紧起针的线头，最后与第一个短针引拔。拉紧，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。有起针线头的这一面是反面，另一面则是正面，后面钩织时都是正面对着自己。下面来钩织第二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先钩一个短针，线头可以再收一部分，3个锁针，相邻一针再钩一个短针，3个锁针。下面就按照1个短针和3个锁针交替的方法，一直钩完最后一个短针。最后一个短针钩好后，再钩一个锁针，然后在第一个短针上钩一个中长针连接。这样第二圈就完成了。起针的线头可以剪断了。下面来钩织第3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然后在连接的中长针上钩一个短针，挑起整个中长针钩织，然后钩3个锁针，接着在相邻锁针洞里再钩一个短针，3个锁针。下面就按照
在上一圈每个锁针洞里钩短针，之间钩3个锁针的方法，钩完这一圈的最后一个短针。钩好后再钩一个锁针，然后按照第2圈相同的方法，在第一个短针上钩一个中长针连接。这样第3圈也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4圈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在连接的中长针上钩一个短针，3个锁针，接着在锁针洞里钩2个短针，之间钩3个锁针。钩好后再钩3个锁针，相连锁针洞再钩2个短针，之间钩3个锁针。来看一下，这一圈就是在上一圈锁针洞里钩2个短针，之间钩3个锁针连接，钩完这一圈的最后一个短针。注意，最后的短针在上一圈一个锁针的锁针洞里钩一个锁针，钩好后同样钩中长针连接。这样第4圈就完成了。下面教大家数圈数的方法，可以交替数这样的短针，1、2、3、4。这个就是钩了4圈的小样。下面大家对照图纸，把剩余的圈数都钩完。后面钩织时，都在锁针洞里钩1个短针，之间钩3个锁针，最后也都是钩织中长针进行连接。带身的圈数大家可以参考图纸，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结合线的余量钩织。全部钩好后，钩一个锁针固定，预留一点线头断线。将线头顺着反面的纹理藏好。大家可以多藏几针。这样带身就讲完了。下面来钩织抽绳，钩织锁针，一直钩到需要的长度即可。钩好后安装到带身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取出带身同色线，然后钩锁针。一直钩到需要的长度即可。钩好后预留约10厘米线头断线。将线头穿入缝针，然后从带身最后一圈的锁针洞依次穿过。
全部穿好后整理一下，把锁针辫子正面都翻朝外，最后用线头与另一端缝合连接。缝合方法没有要求，牢固就可以。把线头顺着纹理藏好。将另一个线头也藏好即可，这样抽绳也讲完了。最后来制作头饰，由主体、眼睛、眉毛、眼眶、鼻子、耳朵和装饰组成。先钩织主体，然后再制作其他部分并安装。首先钩织主体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，沿着起针绕圈钩织。用到的线针法有短针加针和长针，下面请看演示。首先来起针，右手拿起线头，在左手食指绕2圈，右手捏住线圈交叉的位置，取出线圈，将线头在左手小拇指上绕1个圈，在食指与中指之间穿过，把线圈转移到左手的拇指和中指之间。右手拿起钩针，钩针在这2点之间活动，穿入线圈。钩针在线的左侧，逆时针绕线，将线勾出。钩一针锁针固定，绕线，将线勾出。大家看，这就是环形起针完成后的效果。开始钩第1圈，先立一针锁针，作为短针的起立针。这里短针起立针不算1针。接着调起针的大洞，钩织短针。短针的钩法为：钩针穿入大洞，绕线，将线勾出。这时钩针上有2个线圈，绕线一次穿过，1针短针就完成了。我再演示一次短针的钩法：穿入大洞，绕线将线勾出，然后绕线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2个线圈，完成短针。第1圈需钩织6针短针，现在已经完成了2针，继续往下钩。3针、4针、5针、6针，往下开始收线圈。
先轻轻拉动起针的线头，可以看到有一个线圈活动，拉紧会活动的线圈。还剩一个线圈，拉紧起针的线头，这样线圈就收好了。可以看到织物的边缘有这样 V 字形的辫子，这些是短针的针目。我们在当前这一圈第一个短针针目上引拔，这里第一个短针针目就是线头左侧第二个辫子处，1、2，也就是这个大辫子。这里小辫子是这一圈的起立针。如果大家实在分不清楚，也可以从最后一针往回数辫子。这一圈一共6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还是这个针目。钩针穿入对应针目，绕线将线勾出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引拔完成。引拔后，这里会有这样一个辫子，这是引拔针的辫子。这里引拔针不算一针，将其辫子拉紧，以免后面多针。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。接下来钩织第二圈，需钩织短针加针。这里的加针为一个动眼钩2针短针，先立一针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。同样，短针起立针不算一针。接着穿入上一圈第一个短针的针目处，也就是之前引拔穿入的这里，钩织短针加针，一个动眼钩2针短针。钩的过程中，把起针的线头放在钩针上方，顺着织物纹理藏进去。1、2，一个短针加针就完成了。后面继续挑相邻针目 V 形状的2根线，对应钩织短针加针及2针短针，注意藏线。后面分别挑针目1对应钩短针加针，把这一圈钩完。钩完最后一个针目位置，我们核对一下针数。这样的一个就是1针，对应上方有一个 V 形状的辫子。我们从后往前数大辫子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
11、12。剩余的小辫子处是起立针位置。完成后，挑这一圈的第一个短针位置引拔，也就是小辫子相邻的位置。穿入对应针目，绕线将线勾出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引拔完成。引拔针不算一针，将其辫子拉紧。这里起针的线头已经藏了一圈，剩余线头可以剪掉。这样第二圈就完成了。接着钩第3圈，同样需要加针，只是加针之间多了一个短针间隔。先立针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，然后挑下方对应的短针位置，钩织一针短针，也就是之前引拔穿入的这个位置。完成后，挑相邻针目，钩织一个短针加针。后面继续挑针目，钩织一针短针，然后钩一个短针加针。这里2个加针之间间隔了一个不加不减的短针，这种加针规律也称为隔1加1。往下按照这个规律继续往下钩织。钩完最后一个短针加针，往下挑第一个短针位置引拔，也就是左侧第2个辫子处。小辫子是起立针位置，跳过。第2个辫子是第1个短针的针目，穿入，对应钩织，并拉紧引拔针的辫子。这一圈共有6个短针加针，6个短针。大家钩完核对一下针数，注意不要多针和少针。这样第3圈就完成了。下面钩第4圈，方法与上一圈相同，只是加针之间的间隔针数不同。先立针锁针起立，然后挑下方对应的短针位置，钩织一针短针，接着挑相邻针目，钩织一个短针加针。后面不加不减钩2针短针。完成后钩织一个短针加针。这里加针之间间隔了2个不加不减的短针，这种加针规律为隔2加1。往后按照这个规律继续往下钩织。
钩完最后一个短针加针，往下还剩一个针目，对应钩一针短针。这里加上开始的一针，加针之间仍然间隔2个不加不减的短针，最后挑第一针位置引拔，也就是左侧第2个辫子处。往后遇到起立针的这个小辫子都跳过，其相邻就是第一针短针位置，挑其针目引拔即可。后面我就不详细说明了。完成后拉紧引拔针的辫子。这样第4圈就完成了。接下来钩第5圈，钩织方法与之前一样，只是加针之间的间隔针数不同，同时需要错开加针位置。先立一针锁针起立，然后挑对应短针，钩织一个短针加针。这里与之前错开了加针位置，往后不加不减，钩3针短针。完成后钩一个短针加针。这里加针之间间隔了3个不加不减的短针，加针规律为隔3加1，后面按照这个规律继续往下钩织。钩完最后3个不加不减的短针，往下在第1个短针位置引拔，并拉紧。这样第5圈就完成了。往下钩第6圈，同样需要错开加针，先立一针锁针起立，然后挑对应短针位置，钩织一针短针。接着不加不减，钩2针短针。后面一个短针加针。与之前错开了加针位置，往后不加不减，钩4个短针。往下按照隔4加1的规律钩织，先钩织短针加针，然后钩织4个不加不减的短针。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往下钩织。钩完这个短针加针，往下还剩一个针目，对应钩一针短针。这里加上开始的3针，加针之间仍然间隔了4个短针，最后挑第1个短针位置引拔，拉紧。
这样第6圈就完成了。第7到8圈的加针规律，大家对照图纸钩织，钩好后还需要钩织几圈不加不减的短针，也就是一一对应钩织，不需要加针。下面大家对照图纸钩织即可。钩好后预留一点线头断线，然后将线头顺着反面的纹理藏好。钩好后来钩织倒数第2圈，取出对应线材，这里需要用2根线并在一起钩织。我们可以在线团的外面和里面各取一个线头，并在一起钩织。这里为了方便观看，我还是用其他线材演示。在上一圈第1针接线，然后立一个数针起立，接着先钩织10个短针，钩好后钩5个中长针，然后再钩织6个长针。先来钩织第1个，第1个长针就完成了，把剩下的5个钩完。钩好后再钩2个中长针，2个短针，接着钩织与这2个短针右侧对称的针法，也就是2个中长针，6个长针，5个中长针，和10个短针。钩好后引拔结束，拉紧，这样倒数第2圈就完成了。最后一圈的钩织方法和前一圈相同，下面大家对照图纸将它钩好即可。钩好后预留一点线头断线，将线头在反面藏好即可。主体完成后，将最后这2圈向外翻折。这样主体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制作眼睛，眼睛有2个，都是由不同颜色的布织布裁剪4个不同大小的圆形，然后粘贴在一起，再粘贴到主体。注意2个眼睛是对称的，不要粘错了，且2个眼睛之间间隔大约4针。这里圆形的大小
大家可以根据纸样，也可以根据图纸上给的直径裁剪。下面演示一下粘贴的方法。这里我已经对照图纸分别剪出了4个不同大小的圆形，接着将它们从大到小依次粘贴好，最小的在上方。粘贴时都是偏下方粘贴，参考成品进行粘贴。这里用胶棒粘贴，如果家里有胶枪，可以将胶棒插入胶枪中，预热后再使用。如果没有胶枪，可以用打火机的内焰燃烧。这里我使用胶枪粘贴。注意，粘的时候不要烫到手。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将另一个眼睛也粘好，接着将眼睛粘到主体，在主体两边钩长针和中长针的位置粘贴。这里大致是钩短针的位置。下面大家根据成品将它粘好即可，这样眼睛就讲完了。下面来制作眉毛，用主体最后2圈相同线材，也是2根并在一起，钩织对应数量的锁针辫子，具体的锁针数量参考图纸钩织。眉毛钩好后，接着来粘贴，沿着眼睛上方粘贴，找到辫子大致中间位置，将中间先与眼睛中间大致第7圈固定。注意辫子正面要朝外，然后两边分别在眼睛上方围绕，可以参考一下成品。注意辫子不要拧起来。可以用缝针临时固定一下，将一端也与中间固定好。另一端一样。
接着将眉毛粘好，注意粘的时候尾部稍微向上翘起。最后将线头带到反面藏好。另一个线头也将它藏好即可。这样眉毛就粘好了。眉毛粘好后，在中间缝上一颗红色的珠子，下面请看演示。取出主体，前几圈同色线，剪约10厘米，抽取其中一股，穿入细一点的缝针。先在主体里固定好线头，然后出针固定珠子。可以多固定一次。最后在主体里打结长线。这样珠子就固定好了。下面来制作眼眶，也是钩织对应数量的锁针，然后找到中间位置，先将中间位置固定好，然后沿着眼睛下方粘贴。下面大家自行将它勾好并粘好即可。粘好后，在2个眼睛中间粘上鼻子，中间粘一个大绒球，左右各粘一个小绒球，大家也自行将它完成。这样鼻子也讲完了。下面来制作耳朵，耳朵也是有相同的2个，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沿着起针钩织。用到的新针法有短针1针放3针，下面请看演示。取出对应颜色的线，先环形起针，接着来钩织第1行，立3个锁针起立，接着在起针的洞里钩5个中长针，
和一个长针，钩好后预留约20厘米的线头断线，收好线圈。这样第一行就完成了。下面来钩织第二行，先在上一行起立针上调第3个锁针上方的2根线，接线，立一个锁针起立，在同一位置钩一个短针，来看一下，一个针目有这样的2根线，靠近自己的这根是前半针，远离自己的这根是后半针。这一行剩余的都是调后半针钩织，先在相邻一针调后半针钩一个短针，注意这一针有点变形，不要漏掉。继续相连一针，后半针钩一个短针，接着再相连一针调后半针钩一个短针1针放3针，也就是在同一位置钩3个短针。继续把剩下的3针钩完。钩好后预留一点线头断线。将线头在反面藏好即可，起针的线头也可以再长一点，这样一个耳朵就钩好了。按照同样的方法把另一个耳朵也钩好即可，这样耳朵的钩织就讲完了。耳朵都钩好后，接着来缝合，耳朵在眉毛后方一点，第3到10圈缝合，2个耳朵对称。缝合时都是正面朝前。下面演示一下缝合方法，将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，然后在对应位置用卷针缝的方法将耳朵缝好。
缝好后打结长线。这样一个耳朵就缝好了，然后按照同样的方法，在对称的位置将另一个耳朵也缝好即可，这样耳朵就讲完了。接着来制作装饰，由顶部花片、福字吊牌和亮片组成。先来缝合顶部花片，下面请看演示。剪约15厘米主体同色线，抽取其中一股，穿入细一点的缝针。接着在眉毛上方一点，在主体里固定好线头。然后出针，先穿入一个花片垫，然后再穿入珍珠，再穿入花片垫，可以多缝几次固定。最后把线头在主体里藏好，这样顶部花片就缝好了。接着在鼻子下方主体倒数第3圈固定一个福字吊牌，下面请看演示。取出福字吊牌和开口圈，先掰开开口圈，穿入吊牌，然后再倒数第3圈，对应位置挑这样一根线穿入，再把开口圈闭合，这样福字吊牌就安装完成了。最后来制作亮片，同样是沿着倒数第3圈固定，有11个，每个之间大致间隔3根横线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取出开口圈和亮片，按照福字吊牌的方法进行固定。先与福字吊牌间隔3根横线，
下面大家继续按照间隔3根横线固定一个，把亮片全部固定完，这样亮片也讲完了。到这里装饰也就讲完了，头饰也就全部讲完了。最后将带身和头饰组装好，将抽绳从起针位置穿出，可以将这里的孔调大一点。将抽绳勾出，到这里这款缎带就全部讲完了。如果大家在钩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，苏苏姐家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